那有一个研究发现，常常吃2种食物就可以减少老年性黄斑部病变发生的风险。第一个就是这种有国家眼病的机会也比较小。你知道吗？在台湾有将近600万人有干眼症，所以你去打麻将的时候，可能有一个人就牌看不太清楚，你就从他那边把钱赢过来就对了。而且每年将近有70万人又得到干眼症。那今天的高医师说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问卷，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干眼症，并提供你7个很有用缓解干眼症的食材。最后还要教大家一个穴道，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影片看到完。什么是干眼症？难道只是眼睛干吗？不，有时候你觉得眼睛红红痒痒的，或是你觉得畏光灼热感疼痛，这都有可能是干眼症。那我们怎么样知道自己有干眼症？可以做这个问卷，就是眼表疾病指数。它包含3个不同的面向，像我们刚刚讲的光敏感视力模糊或是异物感。那除此之外，就是看手机、看书会不会不舒服，以及在干燥的环境底下会不会感觉到眼睛不适。如果你的分数大于12，代表你有轻度的干眼症；如果大于33，你就是比较重度的干眼症了。所以我们要记得，干眼症其实跟环境有关，所以到比较潮湿的环境，可能干眼症就会比较好一点点。那干眼症平常要怎么治疗呢？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点人工泪液不就得了？高医师根据研究确实有效，可以缓解眼表疾病指数，也就是说你眼睛会觉得比较舒服。它还可以增加泪膜破裂的时间。干眼症的主题曲就是哪一首？别说话，泪水你别带走。镜子里的我，人家欲哭无泪，干眼症就是这样子常常眼泪一滴一下下，眼泪就不见了。正常人眼泪破裂的时间是27秒，那干眼症的人他大概只有5秒，所以难怪他眼睛会这么干涩。所以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这7个食物。那第一个食物就是菊花。菊花在《本草》里面就讲到，它可以疏散风热、清肝明目，并且可以清热解毒。如果你是青光眼或是使用高血压的药物造成眼睛干涩的病人，你最适合就是搭配菊花，因为它还可以降血压。高医师有些病人服用菊花之后，觉得血压又更平稳。菊花分成黄菊花跟白菊花，该怎么分呢？如果你平常容易喉咙觉得有口痰，或是眼睛常觉得红红痒痒的，有发炎的现象，就用黄菊花。否则我们如果只是要稍微滋补眼睛，其实用白菊花就可以了。那你如果找不到白菊花，用黄菊花也没有关系。在《本草》里面就讲到说，菊花是治疗目欲脱，也就是说把菊花那鬼人熊被脱康，觉得很痛，痛到眼睛快要脱出来。那菊花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它富含花青素，花青素就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那它就可以清除眼睛里面的自由基，进而一步来保护我们的角膜，当然对干眼症就有帮助了。那另外，菊花跟枸杞一样，它都有这个甜菜碱。它可以调节渗透压来保护角膜细胞对抗环境的压力，同时可以降低眼球表面的发炎反应，改善干眼症。除此之外，菊花还可以减少白内障发生的几率。那就是因为菊花它富含全糖还原酶的抑制剂，它可以干扰山梨醇积在水晶体。听到这个就不飒飒，没关系，你就知道菊花是个好物。泡茶的时候就用个15克到30克的菊花，但是它容易清热解毒。有些人肠胃比较不好，你可以搭配一些姜，或是搭配一些黄芪来服用。那接下来我们要吃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那哪一些食物有维生素 A？ 其实常听到的就是红萝卜素，因为它富含维生素 A 的一个前驱物，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叫贝塔胡萝卜素，吃进去之后会被转化成维生素 A。那如果你说红萝卜那个味道我真的不行那我们还可以吃一点菠菜、南瓜或是鸡蛋。鸡蛋还富含维他命 E， 而且怎么样，携带就方便不想吃还可以拿起来丢别人。维他命 E 也是一个对眼睛很好的抗氧化剂。那石斛它很适合用在一种人，就是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小姐因为这种人爱漂亮嘛，那所以石斛它其实吃了对我们的皮肤也会有帮助。那在《神农本草经集注》里面就讲到说，石斛它可以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羸瘦。所以除痹，也就是说你下肢如果有一些关节的疼痛，用石斛效果也很好。高医师遇到一些糖尿病下肢溃疡的病人，搭配石斛就有助于他伤口的修复。
那除此之外，它还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也就是说你整个人很虚，然后常常觉得啊龟狼疲累累，就可以用石斛。那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讲，石斛就是可以怎样抗衰老、降血糖、明目。那石斛很多种，其中像霍山石斛，它是长在悬崖的峭壁所以要冒着生命去采。那今天大家很幸福不用冒什么生命危险，健保卡一刷，哇，就可以马上拿到很多石斛。那以前有一个方子叫石斛夜光丸，顾名思义，增加什么？你的夜视能力，让你晚上可以安心去逛夜市。那讲到这里，刚刚是要教大家一个穴道那讲之前，大家记得要先电音乐，告医师说，才不会错过我们更多健康让你长命百岁的节目。这个穴道叫养老穴，养老穴的找法怎么找呢？养老穴的位置就在四五指之间往下延伸到一个最凸的骨头耻骨小头。耻骨小头的外上缘，也就是靠近肩膀这一侧，这里有一个凹陷处，就是养老穴。见证奇迹的时刻，就是把掌心朝胸口一转，这个凹陷处就会变得更明显。平常每天就可以按压养老穴5到10分钟，一天可以按压3到5次哦。那接下来要谈好的油脂，我们知道油脂有2种 ，Omega 3、Omega 6，当然还有 Omega 8等等的。但我们讲最常见的，那美国心脏协会建议 Omega 3跟 Omega 6最好在1:1的比率。但我们常人可能是1:30因为这个 Omega 6太容易摄取到了，不知不觉就吃了太多。那 Omega 3它的功效就是降低身体的发炎，那 Omega 6它则是会活化我们的细胞，增进一些身体的发炎，来强化我们的免疫。所以其实这2个都是蛮重要的，但是 Omega 3我们常常不够。那 Omega 3它可以减轻眼睛以及眼睑表面上的发炎。而且它可以补充我们泪水的脂质层，让泪水不要这么容易蒸散。那常见的我们想到就是鱼油。那吃素的朋友别担心，我们可以使用像是亚麻籽油、紫苏籽油或是印加果油。那其中紫苏籽油相当稳定，胆固醇含量又低，被称为植物界的鱼油。那你问我说，高医师到底该不该吃鱼油的补充剂那这有大大小小的研究，那其中一个研究找27个病人，把他们分成2组，一组吃鱼油，另外一组吃安慰剂。发现什么？吃鱼油的这一组，我们刚刚说的泪膜的破裂时间眼睛痛染色分数方面都有显著的改善。所以鱼油大家也是可以尝试吃吃看。如果你觉得很有效，那你就吃点鱼油吧。那哪一些油是有 Omega 6？就像葡萄籽油、葵花油、玉米油、大豆油、芝麻油、红花油等等。那但这其实是一个比率啦，这些油它也不只是只有 Omega 6它也会有 Omega 3。菟丝子是一个可以补肾固精、养肝明目、止泻的药物，所以更年期的妇女最适合因为雌激素下降，我们可以适时的补充一些植物性的雌激素。那你放心，这个菟丝子的雌激素含量也不会非常浓你大概也不会因为补充这一点点的菟丝子担心说乳癌的产生，这个机会大概也是比较小。菟丝子补了之后，除了让你眼睛觉得比较亮，还会改善阴道干涩。所以更年期过后，其实老夫老妻可以一起补充菟丝子，增加我们生活当中性当中的润滑。那补了之后不小心产生一个小孩怎么办？菟丝子还可以安胎不过这大概不太可能发生。第6个则是我们可以适时的补充坚果。其实我们比起干眼症更担心的应该是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我们知道黄斑部就像摄影机的底片一样，当底片出问题的时候，看东西开始觉得模糊甚至扭曲。那有一个研究发现，常常吃2种食物就可以减少老年性黄斑部病变发生的风险。第一个就是鱼这种有吃鱼的国家眼病的机会也比较少。第2个就是吃一点坚果，因为坚果一样富含 Omega 3，坚果它还有很多的维他命 E 可以抗氧化，所以坚果其实对大脑也有帮助。那你如果晚上容易夜尿的，也可以吃点坚果。有些人睡得更沉，就不会起来上厕所。那哪一种人的饮食习惯比较容易有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就是那种吃高脂肪的加工食品的人。那哪一些是高脂肪的加工食品？就是你平常可能看电影很喜欢吃的汽水搭配一些零食饼干，或是搭配热狗，或是你吃一些罐装的高糖，热量很高。
中医说以形补形，吃黑入肾，那不是所有的黑都可以入肾，黑吃黑一定不行，那你也不可能去吃什么石油啊，去吃沥青，所以我们要挑对食物。小黑豆对眼睛相当不错，研究发现说，小黑豆跟黑豆比起来，它有更多的酚类、类黄酮跟花青素，所以它的抗氧化的含量是相当高。动物实验发现，给小老鼠吃小黑豆，这些异黄酮可以缓解它的炎症反应，小老鼠的眼睛干涩的现象就可以比较缓解。所以我们平常不妨在料理当中可以搭配一些小黑豆，找不到小黑豆用黑豆也没关系，虽然它类黄酮含量没有这么高，但是你多吃几颗也是会有效果。不知道大家听到这边方不方便跟我们分享，你平常眼睛干涩都吃什么东西呢？或者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刚刚讲的这些食材，你最想先尝试哪一个呢？邪恶心乃是良药，每周六晚上7点，高医师说，我们下次见，拜拜。